就是他。阮小姐，我们是阮氏集团的人。DNA 检测结果显示，您才是阮家真正的千金小姐。我打碎的盘子要赔多少钱？阮小姐，什么赔不赔钱的？您看您这手都泡粥了。那个，能不能给我这个月的工资结了？阮小姐，您现在身价至少100亿，何必在意这点小钱？可是这个月房租还没交。100亿千金，不过是我复仇的跳板。眼下这几百块，才是我当下的底气。走吧，阮小姐。好吧。等等，我得把后厨的垃圾倒了。阮小姐，您现在是阮氏集团的千金，这些事不用您操心。对不起。别急，越窝囊，你们越放松警惕，好戏还在后面。没关系，阮小姐，我们快走吧。谢谢您这3年的照顾。阮小姐，您这样成何体统？可是他确实对我很好，每个月都多给我50块钱。阮小姐，家里还有事情，快跟我回去吧。走，快走！阮家，我回来了，欠我的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这就是我的孩子，老阮，你确定没弄错 ？DNA 不会骗人，虽然我也不愿意承认，但她确实是我们的女儿。对了，你告诉明珠了吗？我还没来得及。爸妈，家里来客人了。占据我人生20年的假千金，终于见面了。明珠，这是阮，我们的亲生女儿。原来是这样啊，欢迎回家，妹妹。阮，你干什么？没看到你妹妹和你打招呼吗？姐姐别害怕，我们是一家人啊。对不起。既然回来了，就要有个千金小姐的样子。明天开始会有专人教你礼仪。礼仪我不需要。哎呀，对不起啊，姐姐，我不是故意的。怎么这么毛手毛脚的？明珠又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连狗都嫌我窝囊，很好，越窝囊，你们越不会防备我。那就是阮家刚找回来的真千金，穿的这么不合身，真窝囊。这位就是顾凌川，你的未婚夫。顾阮两家的婚约是从小定下的，本来应该是明珠，不过现在是你了。我去下洗手间。顾凌川、阮明珠，你们想要的，我帮你们拿到。有事儿？那个，我觉得你和明珠姐姐更配。你什么意思？我想帮你们。第一步完成，接下来该轮到家产了。顾凌川，你竟敢夜闯明珠的闺房，你把阮家当什么地方了？爸，您别生气，我们是两情相悦的。按照传统，家产应该由亲生子女继承，但明珠在我们家生活了20年，和亲生女儿没有区别。我没意见，都给明珠姐姐吧。这怎么行呢？我说真的，我什么都不会，给我也是浪费。真是个窝囊废，不过也好，省得我们费心思对付他。谁会跟一个废物计较？再没食物，我也不会再死守。凭什么让他们安稳坐享其成？阮，你过来，爸爸有事情要跟你好好商量。爸，你找我有事吗？现在世道混乱，家里食物紧缺，老刘那边物资充足，
不如你去他那边暂住。是啊，姐姐，老刘年纪虽大，为人却不错，你过去至少不用忍饥难饿。是，老刘已经买了好几个女人，而且听说他性情暴虐，脾气很差。都到这种关头了，你还敢挑三拣四？家里养你这么多年，也该为家里牺牲做点贡献。贡献？把我转手卖给别人换取好处，这就是你们口中的贡献，实在荒唐不行。求求你们，不要把我卖掉好不好？不卖你？难道留着你，等着所有人一起饿死吗？我藏了好多好多吃的东西。你能从哪儿弄到食物？家里储备早就已经抽光见底了。我平日里偷偷积攒了一些食物。你少骗人！凭你怎么可能私自藏下这么多粮食？你难道是妖怪不成？我不是妖怪，只是拥有一个随身储物小空间而已。你这空间能变出多少食物？够我们所有人支撑多久？够我们吃上很久很久。阮总，如今世道早已变了，往日规矩也该作废了。请不要这样！滚开，小废物，这里没你的事。你们是在找这个吗？妖怪，你是妖怪！阮南希他果然是个怪物，快把他赶出去！你刚才说要抢我的食物？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阮，你故意的！我杀了你！对不起嘛，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我都忘了，还没给你们准备吃食呢。快吃吧，这是我特意为你们留的食物。当初你们就是这般待我，如今也该好好体会这份滋味。需要我帮你解开吗？你就是个恶魔，阮，我绝不会善罢甘休。恶魔？我只不过在学着你们当初的样子而已。这里你很熟悉吧？3年前就是在这条小巷，你找人打断了我的肋骨。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不可能，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因为我是重生回来的，前世你施加在我身上的所有伤害，这一世我定会千倍百倍一一讨还。3个月了，末世阴霾散去，阮家的债清了，但我的路才刚刚开始。阮总，这是今日会议议程和确认函，明天物资援助签约仪式已全部安排就绪，取消下午慈善晚宴，就以我身体不适作为理由。阮总，这样恐怕不妥。晚宴专门表彰您的，各界名流均会到场，临时取消容易影响公司口碑声望。我不在乎虚名荣誉，把物资送到灾民手中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另外，核对好救灾物资清单，明天签约结束，立刻调运发往周边受灾乡镇，明白，阮总？这里是阮氏集团，不是闲人能随便进的，赶紧离开。我要找阮总，我和他认识，求你通融让我进去吧。他是我的朋友，让他进来。李阿姨，快别这样。阮总，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店铺被烧毁，儿子也下落无名，我只能来投奔你。前世我身陷绝境时，是你悄悄接济我，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在心底。阮总，我们前来提前专访，为明天签约仪式做预热准备。各位记者朋友，这位是李阿姨，曾经在我人生最低谷时出手帮过我，是我的恩人。为报答恩情，我无偿赠与李阿姨阮氏集团10%股份，并动用全部人脉资源，帮她寻回失踪儿子。阮总，我从前对你态度刻薄，你为何还要这般待我？我都明白，你只是嘴硬心软，往后有我在，绝不会再让你受苦受委屈。真难看。这一世，我终于不用再跪着活了。阮氏内部千疮百孔，阮家旁支虎视眈眈，
前世的悲剧恐怕不止阮家4人那么简单，我必须小心。阮总，感谢阮氏集团的慷慨相助，这些物资能救上千人的命。这是我应该做的，助力城市重建，义不容辞。阮总，不好了！运往西部乡镇的第一批物资少了1/3，仓库监控被人为破坏了。果然，阮氏内部有内鬼。末世刚过，物资就是人命，居然有人敢铤而走险。通知下去，封锁公司所有出入口，不准任何人擅自离开。把仓库管理员、安保队长、物资调配张经理全部叫到会议室问话。是，阮总。阮总，我真的不知道，昨晚我按规定锁了仓库，今早来就发现门被撬开，监控也坏了。阮总，是我失职，夜间巡逻不到位，我愿意接受处罚。阮总，会不会是末世残余的流民偷走了物资？外面还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流民能精准避开巡逻，撬开高级锁，破坏监控，普通流民有这个本事。这是你昨晚的银行流水，一笔50万的匿名转账，时间正好是物资被盗的时候。你说说，这钱是怎么来的？阮总，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人收买了。被谁收买？是阮家远房叔叔阮明远，他说帮他运走物资就给我50万，还说他迟早会夺回阮氏。阮明远，前世我对他了解不多，没想到他居然敢跳出来打物资的主意，看来阮家的蛀虫不止一个。把张经理交给安保部看管，不准他接触任何人。林威，立刻查阮明远的下落和被盗物资的去向，实行物资专人看管、双人核对制度。是，阮总。阮总，查到了，阮明远躲在城郊私人仓库，被盗物资全存放在那里。他打算高价倒卖，谋取暴利。备车，带几个亲系保镖去城郊仓库。阮明远，既然你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们是谁？这里是私人领地，不准靠近。阮阮，没想你这个窝囊废，居然真能坐稳阮氏总裁的位置。阮明远，私自挪用救灾物资，你知道后果吗？后果？阮氏本来就该是我们旁支的，要不是阮少偏心，轮不到你嚣张。这些物资只是我拿回属于自己东西的第一步。属于你的东西，阮氏是阮少一手创立，与你无关。你偷的是上千人的救命粮，良心能安吗？良心，末世里活下去才最重要，良心能当饭吃？救助幸存者不过是想靠虚名巩固地位罢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识相点，把阮氏股份交出来，物资分我一半，我饶你一命。否则，今天你别想活着离开。饶我一命？你觉得你有这个本事吗？把这些人拿下。阮叔叔，你以为就凭你这点本事能和我抗衡吗？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怎么能变出来这么多枪？怪物？我不是怪物，只是比你想象的更强大。告诉我，除了你，还有哪些阮家旁支在打阮氏和物资的？我说，还有阮明辉、阮明杰，我们约定好，拿到物资就联手对付。阮家的蛀虫必须一个个清除，迟早会成为我的隐。林威，对接政府失踪人口登记处，调取李磊全部资料，分组全城搜寻，张贴寻人启事，凡提供有效线索者，一律重金酬项。好的，阮总，我马上着手安排落实。昔日李阿姨雪中送炭，如今我倾力寻亲，理所应当，只求早日寻回李磊，让母子2人得以团圆。阮总，有线索了！旁人称在城东救助站见到过样貌酷似磊磊的青年。李阿姨切莫心急，我们即刻动身前往城东救助站。磊磊，妈，真的是你！真好，他们终于团聚了，前世的遗憾终于能弥补一个。阮总，不好了，有媒体拍到你和李阿姨母子在一起，还编造谣言说你私吞救灾物资，资助自己的亲戚。阮总，网上说您私吞救灾物资资助亲戚是真的吗？当然不是，10亿物资，每一笔都有详细记录，数据可作证，全部用于救助灾民。
至于帮助李阿姨母子，并非因为亲戚关系。末世前被阮家抛弃时，是他收留了我，我帮他只是报恩。经调查，谣言是阮家旁支阮明辉、阮明杰故意散播，目的是夺权。相关证据我已提交警方。阮总重情重义又果断，请问后续如何应对阮家挑衅？后续事宜我会按计划推进。感谢关注。阮总，舆论反转了，网友纷纷道歉，股价回升，合作方也撤回终止决定。意料之中，谣言终究经不起推敲。阮明辉、阮明杰，这只是开始，你们欠我的，我会一一讨回来。阮总，谢谢您的帮助，我想找份工作，不想再靠您养活。你以前做汽修，公司车队正好缺人，去车队吧，待遇从优。真的吗？谢谢阮总，我一定好好干。阮总，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末世爆发那天，我在路边看到阮明珠和顾临川，他们坐在豪车里，神色慌张。我听见阮明珠说，幸好提前准备好，不然就和那个窝囊废一起死。顾临川还说，末世结束，阮家家产就是我们的。你确定没看错人？我确定，我以前在阮家附近修车，绝不会认错。他们早就知道末世要爆发。这件事对谁都别提，想起其他细节立刻告诉我。明白，阮总。他们早就知道末世会爆发，难道也是重生的？还是背后有人通风报信？前世那个黑风衣男人绝不是普通流民，他一定和阮明珠、顾临川有关，甚至就是幕后黑手。不管黑手是谁，前世的秘密我都要查清楚，绝不让悲剧重演。阮总，这是阮明珠和顾临川的遗物，从阮家老宅储藏室里找到的，一直没人动过。他们说末世会来，时间就在下雨，物资已藏好。顾岭春说跟着他们就能掌控阮家，还有那个门，不能让阮阮知道。还有这枚徽章到底是什么？看来背后有一个神秘组织在操控。林薇，立刻去查这枚徽章的来历，还有阮明珠提到的物资藏状点。另外，密切关注张经理的动向。阮总，不好了，张经理不见了，看守他的保安被人打晕，现场留下了一枚银色徽章。看来那个神秘组织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要杀人灭口。张经理知道阮明远的事，还可能知道神秘组织的线索，他们肯定不需尽快找到他。通知下去，全面封锁阮家老宅和公司徽章的人，加快调查徽章和物资藏定点的线索，务必在他们下次动手前找到突破口。不管这个神秘组织是什么来头，不管门和物资藏着什么秘密，我都一定要查清楚。阮总，查到了，阮明珠频繁出入城郊废弃仓库，那里应该是物资藏暂处，但那枚银色徽章暂时没有任何线索，像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既然敢留下线索，就肯定不会轻易让我们找到物资，大概率是陷阱。但为了线索，我必须去。大家小心，放慢脚步，警惕周围动静。前世的死是精心策划的，不管是什么陷阱，我都要去闯一闯，揭开所有真相。你们在这里待命，不准跟来。一旦我出现危险，就立刻带人前往城西废弃工厂支援。
软软，你果然敢来，够胆色。是你把我吹入丧尸群的阮明珠和顾灵听，也是被你利用的，对不对？没想到你重生后倒是变聪明了。没错，都是我做的。我告诉他们末世会来，给他们物资，让他们对付你，就是为了让你身败名裂，死得凄惨。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门是什么？你身上的徽章又是什么？沈振海，怎么会是你？是你明明对我那么温和，还帮过我。温和帮你，不过是为了麻痹你，等待时机罢了。阮少那个老东西，当年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阮氏集团本来就该是我的，早在几年前，他们太没用了。张经理是我救的，前沈振海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伪装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夺取阮氏。你以为你能得逞吗？我已经安好了人手，只要我出事，他们就会立刻赶来，逃不掉的。逃？我根本没想过逃。今天你既然来了，就别想活着出去。等你死了，我就对外宣布阮家旁支害死，名正言顺接管阮氏。别动，再往前一步，我就开枪了。阮总，你醒了，可吓死我了！听说你去了废弃工厂，还受伤了，我一直担心的睡不着觉。阮总，医生说你只是体力不支，伤口失血，没什么大碍，好好休息就好。让你们担心了，我没事。沈振海他们怎么样了？阮总，沈振海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交代了门组织这部分情况，警方已经展开全面调查。阮明辉、阮明杰也被抓住了，他们承认和沈振海勾结，恶意造谣挪用物资，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法律的惩戒。张经理也被重新抓获，所有的罪证都已经齐全。还有，沈振海交代，他转移的那些物资都藏在另一个废弃仓库里，我们已经找到了，全部运回了公司，正好可以用于后续的物资援助工作。另外，门组织的徽章线索，警方也有了突破，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将这个组织彻底捣毁。太好了，终于尘埃落定了，前世的仇恨和遗憾终于有了交代，阮氏摆脱了内忧外患，我终于可以放下过去，好好活一次了。各位同事，今天召开全体大会，只有一件事要宣布：沈振海、阮明辉、阮明杰等人因策划阴谋、挪用救灾物资、恶意造谣等多项罪名，已被警方正式逮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过去的所有阴霾都已经烟消云散，从今天起，阮氏集团将继续全力推进物资援助工作，让每一位幸存者都能过上安稳的生活。末世爆发前1个月，3个城市，3批人，全是这个时间节点，这绝不可能是巧合。阮总，医生说了，您手臂的伤还没好利索。你看这个，3个城市都在末世前1个月。您是说，门组织早在末世前就在各地布局？不只是布局，沈振海说，门能预测末世，甚至掌控末世走向。如果他没撒谎，末世本身可能不是天灾。您是说，末世是门组织制造的？我要查清楚。沈振海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幕后之人还藏在暗处。守门人能预测末世，掌控末世走向，还叫自己守门人。不管是什么门，我都会查到底。北川矿洞里有一扇打不开的铁门，沈振海背后的组织曾在这里收购了足以养活1万人的物资，我必须亲眼看看。止步，出示通行凭证。阮氏集团找赵正阳。阮总远道而来，怕是为了矿洞那扇门。阮总久仰，资料都在这儿了，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就是这扇门。末世爆发当天，那批商人和物资一起消失了，花了1个月才在矿洞里找到一部分物资残留，还有这个炸药、切割机、撬棍都试过了，门纹丝不动。那还怕什么？
门四周有大量辐射残留，波长和已知的任何放射性物质都不匹配，更像是某种未知的能量辐射。如果这些不是天灾，这扇门就是关键。赵局，我要去现场。不行，周边有大量游荡丧尸，太危险。我不是来冒险的，我是来找答案的。如果这场浩劫真是人为制造的，所有活下来的人都有权知道真相。我派人护送你们，但有一个条件，无论发现什么，第一时间告诉我。北川的人有权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我答应你。韩东，带人准备进山装备。门认可的不是徽章，是我的身份。阮总，那扇门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在叫我守门人，徽章能开门，说明那是成员身份标识。但门说认证通过，重点不是徽章，是我的身份被那扇门认可了。可您明明不是那个组织的人，除非我和那个组织之间有某种联系。回公司后，把阮少所有旧日资料调出来，私人日记、通讯记录、合作项目，所有能拿到的。您怀疑阮老董事长和他们有关？直觉告诉我，这件事比我想象的更大。前20年，全是山海沉浮，看不出异常。直到10年前，10年前，阮少就见过守门者。钥匙。今日携幼女明珠赴北川，守门者见之，神色大变，无心境震撼，涟漪骤起，自此与守门者断绝往来。阮明珠，所以沈振峰娶她当妻子，不是因为顾灵川，是因为她是药师候选者。沈振海真正的目的不是阮氏集团，是那扇门。可是，如果阮明珠是候选者，为什么沈振海前世要杀我？为什么北川的门会对我做出反应？除非真正的钥匙从一开始就不是阮明珠，而是我。我才是真正的钥匙。那沈振海的阴谋到底藏着什么？如果我是真正的钥匙，沈振海前世杀我是为了阻止门被打开，还是为了让门永远不会被打开？谁？妈，你怎么还没睡？林薇阿姨说你从北川回来了，让我别打扰你。可是我做噩梦了，梦见丧尸又来了。念念，过来。念念，我在末世第2年收养的孩子。姐姐，你也饿了吗？给你吃。父母死在丧尸潮中，缩在衣柜里饿了3天，却一声没哭。梦都是假的，别怕。楼下有保安叔叔，门外有感应器，妈妈还有空间预能，真有丧尸，一挥手就把它收进去。那妈妈下次把噩梦也收进去。好，妈妈试试。吾已知晓，然已无力回天。阮少早就知道这一切，他有话没说完。这个人前世几乎没正眼看过我，却藏着这么多隐秘。阮总，有紧急请汇报，林州郊区发现另一扇同样纹路的铁门，江平有黑风衣带徽章的人出没，北川矿洞辐射值异常变动。继续监测，每天汇报。林州、江平驻点低调调查，别打草惊蛇。调出3成分公司档案，重点筛没事前1年的异常交易和人员流动。明白，阮总。等等，阮少在各地的房产和保险柜有新线索吗？江平有一处私人保险柜，11年前登记，从未开启，开户人是您。安排3天后出发江平，带上寒冬，阮氏暂由你全权带领。江平被江河贯穿的工业之城，末世后洪水倒灌，半个城泡在水里。阮少在这里给我留了一个保险柜，开户人是我，登记时间是我还没认回阮家的11年前。城西老城区，阮少先生名下的私人仓库，编号 G。不过城西那片现在不太平，洪水退了，废墟里藏了不少变异丧尸，我们的人都不敢去。什么级别？
有的比普通丧尸快好几倍，有的说是水里的东西，半人半鱼，死了好几个巡逻队，后来就封锁了。保险柜我必须去，既然城西危险，我不会让你们的人冒险。给我地图，我们自己过去。11年前就带了开贵人事务，我指定还没回到阮家。有动静。不恋战，目标仓库，遇到丧尸直接击毙。他在跟着我们。清理完毕。阮总，韩东，让外面的人加强警戒，这地方可能已经暴露。变异丧尸，还有黑风衣人，指挥丧尸把我们包围了。沈如茵的女儿久违了，交出那把钥匙，我可以让你死得体面一点。如果我拒绝呢？那就让这些畜生陪你好好玩玩。韩东，守住楼梯口，这个人交给我。小心。倒是有几分你母亲的风骨。沈如意当年也是这样，明知不是我的对手，偏要站着死，不肯跪着活。你认识我母亲？岂止认识，30年前她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亲手教她辨识天象、解读古籍、寻找七门的方位，结果她背叛了我，嫁给了阮少，还生下你这个孽种。所以沈振海说的门组织真正的首领是你。你可以叫我守门人第一系，也可以叫我林教授。末世前我在江平大学教古代天文学，没人知道我的另一个身份，除了沈如溪，她是我选定的接班人，第7系钥匙的守护者。结果他不仅叛逃，还把融血之术用在自己身上，把血脉融进了身体。什么意思？意思是你本来不该存在。七门是上古预警系统，门后的力量能预知异变，就能被打开。一旦打开，门外的特就会降临。所以每一扇门都有一把钥匙，钥匙也是锁。用特定血脉的人献祭自身，将门永远封印。而你母亲本该作为第7把钥匙，在末日来临前献祭自己，封死最后一扇门。可她不仅不献祭，还把血脉传承给了你。所以沈振海前世杀我是为了封门。是我让他这么做的，我让他接近阮家，策反阮明珠，制造意外除掉你。可惜沈振海那个蠢货，不仅没干净利索杀死你，还让你重生回来了。既然你重生回来了，我本打算让沈振海再试一次，结果他又失败了。你还摸到了北川的门。你说了一大堆，无非是告诉我必须死，否则全世界都会遭殃。但林教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母亲宁愿违抗命令，放弃献祭，也要生下我？你口口声声说他是叛徒，可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从一开始，你所谓的封印就不是唯一的出路。把那把钥匙给我，过来拿。我母亲的选择，我自己会验证。空间位移不是空间异能，是对时间流度的操控。我可以让自身的时间短暂加速，在你们看来就像瞬间移动。在你杀死沈振海的那天，我就留在这座城市等你。你空间囤货的能力很珍贵，让你成为新的守门人第7系。像沈振海出卖灵魂那样，还是献祭自己的血去封一扇破门？献祭是旧约的条款，只要你归顺，我们可以反过来控制门外的存在，成为超越一切的神明。条件听起来不错，可惜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自以为可以决定别人性命的混蛋。你拿一座城当教材，用末日当筹码，让多少人因为你一句献祭断送性命。李岭里老板娘还有那些无辜的人都是你害的，你就是末日的推手。既然谈不拢，就让我看看沈如玉的女儿到底有多大本事。这把刀是末世后从黑市收来的，专杀变异种。前世被推下丧尸群的那一刻，我手里连一根棍子都没有。擒贼先擒王。钥匙的血脉不只在你的血液里，也在你的意识深处。终于找到了。软软，
软软，这么快就醒了，不应该呀。你体内被融进去的不只有沈如灵的血，还有阮少的。你身上2个守护者家族的血，你是同时拥有封印和开启能力的终极钥匙。他记住你了，我们下一扇面前再见。接下来去哪儿？出钥匙，在他找到下一扇门之前，把钥匙都握在我们手里。北川那扇门，在您离开后第3天，自行打开了。有没有人受伤？没有，没人敢靠近。但半夜巡逻队说，能听到门里传来类似心跳的声音。心跳，那就是林教授口中的特。需要7扇门封印，需要活人血脉祭祀才能压制的古老存在。妈妈，你说过不会受伤的。李阿姨骗人，她说你去江平给念念找好吃的了。念念，妈妈没有受伤，只是擦破了一点皮。骗人！这么多绷带，隔壁叔叔说你去打丧尸了，还说你被丧尸咬了。妈妈说谎。念念，妈妈确实去打丧尸了，但丧尸咬不到妈妈，因为妈妈很厉害。这个伤是坏人打的，不过坏人也被妈妈打跑了，妈妈赢了。念念是不是生妈妈的气了？没有，有一点点。那念念能告诉妈妈为什么生气吗？因为念念只有妈妈了。以前念念有很多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小姑，他们都跑掉了，只剩下念念。后来妈妈来了，妈妈把念念接回家了。可是如果妈妈也跑掉了，念念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妈妈不会跑掉的，妈妈向你保证，那个坏人还没打赢妈妈，世界上能让妈妈跑掉的人还没出生呢。江平的雨夜，林教授消失前的话，那只树童都还在我脑海里盘旋，但怀里这点沉甸甸的重量提醒我，这一世我不能输。如果我死了，念念就会失去第2条命，她失去过1次，不能再失去第2次，我必须赢。第2把钥匙，陆文熙还活着，就在本市，被灵媒会控制。灵媒会，末世后精神痛苦的人比丧尸还多，灵媒会靠帮人与逝去亲人沟通敛财。陆文熙是他们最值钱的牌，他们怎么控制他？活体献祭，用活体钥匙祭祀，能让铁门沉睡，代价是献祭者精神崩溃，最终被铁门吸干生命。前世的我也是被人当成工具任人宰割，这个女人正在经历同样的处境，也许更黑暗。她现在在哪儿？城东旧教堂，灵媒会据点，我们可以伪装成求助者混进去。叫上寒冬，今晚行动。我听说你们能帮忙联系逝去的亲人，我丈夫末世里被丧尸咬了，连句话都没来得及留给我。我想见他一面，多少钱都行。进来吧，别多问，跟着走。进去后闭眼，等灵媒让你睁开再睁开。敢偷看，神仙也救不了你。来问话的人，报上逝者的名字，把费用放在铜盘里。你额头上的印记，你是沈如茵的女儿。你认识我妈？沈阿姨生前是我的医生，是她把我从精神崩溃里拉了回来，她救了我，然后去生了你。沈如意救了陆文熙，然后去生了我。这就是林教授口中那个叛徒的真相。先离开这里，跟我走，今晚就走。那女人不对劲，回来的路上，她一直盯着你的背影，那眼神不像在看救命恩人，像在看一个很久以前就认识的人。我和陆文熙素未谋面，可他能一眼认出我额头上的印记。他说沈如意是他的医生，一个精神科医生，怎么会去救一个被门激活的钥匙？项圈取出来了，严重营养不良加轻度贫血，养一阵就能恢复。但是什么？他一直在重复一句话。他问：“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住过的那个院子？”你刚才问林薇，问我记不记得一个院子？什么院子？江平老城区青石巷17号，你藏在里面吃糖，每次都会把汤汁在枕头塞进墙缝里。
记忆像被橡皮擦掉过，只剩一棵歪脖子树，一地摔烂的草，一道青彩砖墙。我一直以为那是孤儿院收养前的片段。你怎么会知道这些？3岁到7岁，沈阿姨收养了我，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她走的时候你太小了。我妈不是病死的，她是走了。我爸说她是病死的。你爸骗了你。沈阿姨不是病死，她是主动走进江平那扇铁门，再也没有出来。他说的是个走进去没出来，而林教授说母亲当年逃了献祭，谁在撒谎？他走的那天晚上，把7岁的我送到隔壁阿婆家，说要去办一件事，如果3天没回来，就让我跟阿婆走。第2天，他的同事来收走了所有东西，在院门上贴了封条。我妈在信里还说了什么？他说，如果有一天你找到我，让我告诉你一个名字，那个名字是打开所有门的钥匙，比任何献祭、任何徽章都重要。但信被灵媒会抢走了。那个女人拿走它的时候说，这个名字会把我带进地狱。答应我，一定要找到真相。我答应你，文熙。城东方向大范围停电，线路全部烧毁，旧教堂着火了。灵媒会的据点，他们知道人被我带走了，在销毁证据。留一半人守公司，林薇带枪，韩东跟我走，陆文熙留在这里，哪儿也别去。那个女人说过，感动灵媒会，她会让你付出代价，不是普通人，是守门人第4席。如果她比林教授还老，那她至少守了40年门。他拿走了我妈的信，不管他守了多少年，那封信是我的。别用水，他们在火起前集体蒸发了。不是逃跑，是早有准备。阮总，这里有个东西。守门人第4席的信物，他是故意留下的。再告诉我，我的每一步他都知道。韩东，撤！门被强行撕开了，不是北川那扇，是这座城市里的另一扇。他的门里面黑，都把灯打开，看着点路。他在下面，不是辐射探测器的属水，是我的额头在烧。苏荷，他被关在门里的，我知道他是谁。我从小就听见他说话，他说我是他等了1万年的人。何医生也说，只要我进去，他就自由了。苏荷，何医生在骗你，门里没有你等的人。不，他在等我。拉住他！被幻听折磨了10几年的人，被荷兰当成祭品送到了门前里，他全然不懂得自己在做什么。苏荷在我眼前消失第4个小时，神似的拉住我，没弄。这是被门标记了，和钥匙被激活时的症状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我们有信标压制，你什么都没有。门在找你，你体内有2家的血脉，能开也能封。他不找苏荷，苏荷只是试料，他找的是你。所以在防空洞里推开我的那股力，不是苏荷的抗拒，是门后那个东西在挑拣。他要的不是第4把钥匙，他要的是我。荷兰的布局是一个筛选，那我就将计就计，用我自己做饵。北川和林州的门停止扩大了，但48小时前，有人从林州数据库窃取了一批物资调度计划，攻击源来自境外通信节点，时间与西郊教堂起火完全吻合。境外？国境线外不到30公里的一个卫星中转站，末世后早就废弃了，3天前突然重新上线，持续发送加密数据包，占领它的人全部带银色6徽章。中间缺的位置，加上苏荷那把被献祭的4号钥匙，荷兰手里应该至少还有2和3，而荷兰同时又是守门人、既管钥匙又宽人，整个结构的核心就在他身上。敌人在暗处蓄谋已久，而我们只能拼图。门后那个存在，正像磁铁一样，让我不由自主往林州偏。他以为我在上钩，让他以为。林薇用最快速度整理所有曾在林州工作或居住名字里带“然”字的女性居民登记，不管是不是活人，一个不上。陆文熙，翻档案里的2和3，灵媒会状块表怎么标这些人？你能认出来？韩东，通知车队，明天中午出发去林州，告诉张扬，他盯着北川辐射数据再撑几天。荷兰不是给我7天吗？还剩5天，5天够我把他的棋盘全掀了。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没有。但我知道了一件事，我妈进江平那扇门前说要去见一个老朋友。荷兰在信里说那个名字在我记忆深处。刚才苏荷在防空洞里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她说她没骗我，这些事连成一条线。那条线指向谁？指向一个所有人都以为在门后面的人，可他一直都在我们中间。那个名字不是若字打头，是诺。
阮诺，沈如隐写在封信里，20多年后被荷兰当面撕掉的不是什么密码，是我的本名。我出生时不叫阮阮。跟北川完全不一样，这里的丧尸不游荡，全躲在阴影里。进来的3公里，一只普通丧尸都没遇到，变异种在桥墩下面聚堆，像在等命令。第5天，荷兰给我7天，还剩2天。2把钥匙全在这座城里，而我不知道他们藏在哪里，不知道荷兰下一步会怎么走。唯一知道的是我的名字，我叫阮诺。我们在矿洞里，但辐射范围已扩大3倍。1周前只有矿井里有，现在附近几条街道都超标了。我们不敢派人下去，下去以后出来的没人还是自己。最后一个自己走进井口，再也没上来。我带了辐射防护装备，能装备几个人？被召唤，和我一样也被标记了。区别是这些东西没有抵御能力，直接变成了行尸走肉。但阮总，矿井下面不管是什么，辐射值一直在变化，比我们以前对付的任何污染源都更有意图性，好像知道我们来。他知道。矿井入口有2个，主钢道辐射最高，台风井穿过地下河，路长3倍，选哪条？都不选。荷兰把2把钥匙全放在矿井里，又让变异丧尸蹲在门口，就是想让我一头扎进去。我不会按他的路线走。2号钥匙，男性，代号守夜人，灵媒会档案只登记了一个字母 K。3号钥匙，女性，27岁，登记名温然，她就在灵州基地里。温然是我们医疗队的护士长，末世前刚从护士学校毕业，在这里工作了2年，救人无数。档案上说他是钥匙，他本人知道吗？我要见他，在他知道之前。都对，又来拿胃药是不是？这位是，我叫阮诺，是来帮你们勘察矿洞的。温护士长，你有没有从小到大反复做的一个梦，关于一扇门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也梦到过，那扇门是真的。上周有个戴黑色斗篷的老人来找过你，他叫荷兰。他说我是一把钥匙，总有一天会被人送进那扇门里，这是注定的。他还说那个人会告诉我一个名字，报出这个名字之后，我就会乖乖跟他走。他说那个人是你。我不会带你进矿井，我今天来是因为我不能瞒着你，我不是来带你去献祭的，我是来关那扇门的。那你们需要医疗支援，矿井底下如果有辐射和受伤风险，你们那堆保镖处理不了。我跟你们下去。温护士长，下矿井之后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单独行动。温然是3号钥匙，荷兰特意放在了这里。他到底是要保护他，还是要用它来做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去矿井底下才能找到。东子、周岩，你们留下守住这里。这些手印全是活的。曾经天，你很准时。你妈妈当年也是这样，守时的让人无话可说。温然，站在我后面。不用怕，你和他不一样，你是3号，不是钥匙。你撒谎，我没有亲人。福利院的档案上写的是父母莫名。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孙女，是第2媳，守门人第2媳温远舟，我的丈夫温然的亲外公。40年前，他主动走进这扇门，用自己的意识替换了门后特的一部分感被进去的人不一定死。我妈，她还活着吗？他没有任何准备，直接走了进去。他连守门人都不算，他只是一把钥匙。温远舟的意识快被覆盖了，门一旦敞开，谁也关不上。怎么办？阮诺，你和门有了链接，马上离开。你呢？我留下。冉冉，我欠你27年，让我关门。这扇门能用钥匙关吗？理论上可以。那你教我，我背书不差。你不怕吗？告诉我怎么关。荷兰，现在把方法说出来，还可以省时间。我和温然留在这里跟你关门。韩东领队守住井道入口，林教授随时会到。这里是生门，这里是死门，我们必须在它完全打开之前用鲜血将其封印。他现在怎么样了？这是封印铭文的简化版，让温然的血沾在钥匙表面，以你的手握持钥匙，我们3人同时同频，你额头上的信标会形成一封完整的封印锁，它会反复给你幻想，用你最怕的东西、最愧疚的记忆来攻击你。如果你在幻象里心软1秒钟，门就关不上了。
可他已经知道了。现在，阮少，你挡不住的，他的身份迟早会被发现。那就让我死在他前面。如林走了以后，我不敢再赌。这就是前世我最后看见的画面，不是突然的意外，是被设计好的死。紧急通知：未知病毒正全球快速蔓延，感染者极具攻击性，疯狂噬人，请市民立刻居家隔离，切勿外出。又是媒体故意夸大造势，我们去公司，今天还有重要会议要开。我们先把车储放的食物搬进来备用吧。住口！这里轮不到你多嘴插话。平日里一副懦弱窝囊样子，现在反倒敢对我们指手画脚了。软软，执意不听劝告也没关系。用不了多久，你们都会反过来求我。快，立刻关好大门，把所有门窗全部封死！爸，外面到底怎么了？那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局势原本预想严峻，病毒扩散极快，被咬之人即刻变异，我们只能死守别墅，严禁不出外出。末世终究还是来了，这一世我绝不会再任人欺凌宰割。爸，我好饿，家里还有多余食物吗？家里储备食物所剩无几，撑不了多久。明天我派保镖外出搜寻物资。还想外出找食物？外面遍布丧尸，出去便是送死。属于你们的末日才刚刚拉开序幕。你们一个个发什么呆？明天想办法出去给我找食物。刚才是谁说要把我卖掉来着？你别太得意，谁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来世？爸妈，他一定是被邪祟附身了。明珠，你把我女儿弄到哪里去了？软软，立刻把明珠还给我！别担心，她只是暂时待在我的空间里。空间里面很黑，很冷，还有很多吓人的东西。软软，不，大小姐，都是他们逼迫我的。我心里一直敬重你，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你分毫。软软，我们终归是一家人，血脉相连，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一家人？平日里把我当佣人随意使唤的时候，怎么不提一家人？纵容阮明珠肆意欺负我头，怎么不说一家人？打算把我随便嫁出去换取利益的时候，又怎么不提血脉亲情？不过没关系，我还是会好好保护你们的。你们看，我囤了好多食物物资。我可以让你们活下去，但从今天起，所有人都必须听从我的安排。软软，你究竟想要我们怎么做？转眼都半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我早已算好时日，末世即将终结，属于你们的安逸苟活也该到此为止了。签了吧，爸爸。不签的话，我就把你们永远关进小黑屋，一辈子不见天日。你休想霸占一切，阮家所有产业本该都是我的。安分一点，我的好姐姐。如今的你连牲畜都比不上。病毒已得到全面控制，首批疫苗即将投放，各地秩序正在逐步恢复。看样子这场游戏马上就要落幕了。软软，外面已经安全了，求求你放了我们！妈妈以后一定好好待你，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前世你为偏袒阮明珠，眼睁睁看我被推入狮群无动于衷，如今再来假意谈亲情，为时已晚。你们知道吗？前世你们把我卖给老刘，我被他折磨整整3个月。后来我狼狈逃回阮家，你们却紧闭大门，任由我在外被丧尸追赶。还有顾临川，是你亲手把我推向丧尸群，还骂我是没用的废物。我没有做过不敢，求你放过我，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任你差遣。现在终于轮到你们了，你们还不知道吧？我早就往别墅每一根承重柱里都埋下了大量炸药，所有仇恨与痛苦都随这场大火尽数消散。今晚吃什么好呢？火锅还是烤肉？都出来！沈振海，你倒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可惜低估了我。
给我上！杀了他！坚持住，援兵很快就到，不能在这里倒下，我还要揭开所有真相。袁总，我们来了！沈震海，你跑不掉，你策划的一切都会暴露在阳光下，会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应有的代价。阮氏本来就是我的，我策划了这么多年，怎么能就这样失败？不甘心也没用，善恶终有报。你伤害了那么多人，害死了我前世，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你逍遥法外。林薇，立刻联系警方，提交沈震海的所有罪证，包括他策划末世阴谋、杀害我前世、挪用物资、造谣等所有证据。前世的仇终于报了一半，剩下的就是彻底清除隐患，守护好我在意的人。阮小姐，你们相信前面就是铁门所在。这味道很诡异。就是它，这玩意儿看着不像人做出来的。脑海里有声音。阮总，你怎么了？我没事，徽章或许能打开它。阮总，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一定会查清楚。门叫我守门人，可我明明不是那个组织的人，除非我跟他们之间有着某种我尚未知晓的关联。